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廖克俭去庆祝他大舅的45岁生日，就在他路过一个山村时，突然觉得有些渴，于是便想找个农家讨口水喝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个15、16岁的女孩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走了过来，看见廖克俭，便愣了一下，赶紧害羞地低下头，快步地走进了一个农家小院子。而廖克俭看到那个女孩是身材苗条，有着灵动的眼睛和好看的眉毛，虽然皮肤略黑，穿着粗布衣服，没有什么精装打扮，但却增添了一种朴素自然的美，让看到之后便人移不开目光。廖克俭的家庭很富有，也已经18岁，他平日里见过许多的美女，但这个农家女孩竟然使得廖克俭感到非常的惊讶。廖克俭于是便赶紧下马，抬脚向那个农家小院子里走去。他的仆人瑞全紧紧地跟着廖克俭，犹豫了一会儿，低声对他说道：“少爷，你休息一下吧，小的会给您找水喝。”廖克俭抬起头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瑞全嗫嚅着，不吭声了。而廖克俭的另一个仆人保全赶紧对瑞全使了个眼色，那个意思是笑瑞全没有眼力劲儿。瑞全见状便默默地叹了口气。廖克俭刚走到院子门口，就看到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从院子里走了出来。那个男人个子不高，眼小嘴大，牙长，一副猥琐的样子，和刚进去的那个女孩一比，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廖克俭很难确定两人之间的关系，随即有点不好意思地对那个男人笑了笑。那人见了廖克俭，仔细打量了他一番，立即堆起一张谄媚的脸，客气地问道：“少爷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有点渴，想讨点水喝。”廖克俭笑着说，眼睛却不自觉地向院子里望去。“新月，给这位少爷倒杯水来，他口渴了。”那个男人大声地说道。廖克俭一听，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。那个男人狡黠地看着廖克俭，却没有接新月递过来的水，于是新月便亲自把水送到了廖克俭的手里。新月不禁脸红了，害羞地递给廖克俭那杯水，而廖克俭却假装没有接吻水杯，并趁机触及了一下新月的手。新月的脸红到了简直快要流血的地步。廖克俭还没喝完水，那新月就转身朝房子走去了。廖克俭看着新月离开的背影，依依不舍的好长时间才踏上行程。1天后，廖克俭终于来到了他的大舅家。他的大舅姓谭，他虽然家里不富不贵，但也有田地、土地、店铺，有家仆，有丫鬟。看到廖克俭来了，大舅是非常的高兴，嘘寒问暖了一番，并且说还是要有个儿子才算热闹。听到这话，他的大舅妈柳氏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，于是他大舅便连忙笑着岔开了话题，但是那笑容看上去是非常勉强。廖克俭的大舅妈柳氏比较强势，家里靠着她的嫁妆经营着几家门店和庄子，所以大舅是一直很怕她。然而柳氏只生了2个女儿，现在都结婚了。大舅想到自己没个儿子总是不死心，便想娶个小妾给他生个儿子，但是那柳氏却是一直都不松口。大舅也只好时不时旁敲侧击一下，希望柳氏有一天能够答应。过了2、3天，大舅的生日到了，2个女儿女婿也全都陆续的来给大舅祝寿了。廖克俭的大舅脸上挂着微笑，但表情上却能看得出有些落寞。他的妻子柳氏见他那副模样，便暗暗地咬着牙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廖克俭的舅妈柳氏冷冷地告诉自己的丈夫：“你呀，不要老是天天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，我早已为你准备了一个生儿子的人了。”大舅听了非常惊讶，便不停地感谢柳氏，而柳氏的心里则是又酸又闷，而且隐隐地作痛。他不想理会大舅，就转身走了出去。
第二天晚上，一顶小轿子悄悄地抬进了谭家。一个蒙着眼睛的年轻女子从那顶小轿子上下来，惊慌地站在了柳氏的面前。廖克俭的大舅便带着兴奋的表情走了过去，但是当他见到那名女子时，却不禁目瞪口呆，立马说道：“为什么要蒙住她的眼睛？”这个时候，廖克俭闻讯赶来了，他好奇地看着那个女人，觉得那个女人很是面熟，似乎是在哪里见过。柳氏叫丫鬟把蒙住眼睛的黑布给姑娘取了下来，冷笑着说道：“快看吧，我给你准备的不过是个种女，如果这个种女有了儿子，她可是不能回来认她的孩子的。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便给她蒙上了眼睛，是为了不让她记住来时的路啊。”廖克俭的大舅一听这么说，有点愣住了。但当他看到那个女人只有15、16岁，而且她又长得很漂亮的时候，于是便面露喜色，贪婪地看着面前的那个小女人，看都没看柳氏一眼。廖克俭心里很不舒服，脸色冷如冰霜，但一想到那个年轻的女人最多1年左右就要离开，勉强压下自己心头的不悦，没有说什么。而那个女人则是一脸悲伤，而古时候的种女则是为有钱人家里生儿子的女人，没有儿子又不想纳妾的有钱人会花钱买这种种女的。如果女人有幸生下儿子，生产当天就要带着钱离开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够看一眼。如果种女生下了女儿，她得自己带着女儿，带着一半的钱离开。总之，种女便是那些有钱人生儿子的工具罢了。如果种女头一胎不是生的儿子，又被破坏了身子，则会名声不好，往往会沦为妓女以养活自己和女儿。但是种女即使生的是个儿子，也会很难，要么继续做种女给人家生儿子，要么继续仍旧被迫沦为妓女。就算是有幸你嫁了人，嫁的人也往往很不称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廖克俭突然间看到了那个女子的全貌，几乎是还差点叫出声来：“新月！”自从那天看到了新月以后，廖克俭的心里就一直想着等她回去便把她买下来，结果却是没想到，他居然在大舅家遇到了她，而她却作为一个种女被卖给了自己的亲大舅。而此时此刻，新月也看到了廖克俭，不禁是又吃惊又伤心，他的眼睛立刻变红了，不自觉地低下了头，几滴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。柳氏看不惯大舅喜气洋洋的脸，便故意对他大声地说：“让新月先洗洗，休息休息，等他调理好了再让他和你合住吧。”廖克俭的大舅也只能依依不舍地看着新月被丫鬟带走了。但是新月往前走了几步，却突然转过身，含泪看了一眼廖克俭，几乎让人听不到他的声音似的对廖克俭说：“求你快救救我。”还好大舅和大舅妈全都在和别人说话，因此2个人都没注意到。廖克俭嘴上没说出什么，但他的内心却如同一团乱麻。接下来廖克俭便为大舅庆祝生日，他虽然表面上是高高兴兴的，但是内心却是七上八下的。廖克俭原本是为大舅庆祝完生日立马返程回家的，可见到新月之后，廖克俭暂时不想回去了，以自己的身体有些不舒服为由留下来了。他的大舅和舅妈认为廖克俭真的病了，便很快就来看望廖克俭。廖克俭则撒谎说：“我这只是一点小问题，不碍事的，过几天会好的。”大舅和大舅妈听他这么说才放心走了。刚出门，大舅就问大舅妈：“新月调理的也差不多了吧？”大舅妈听后哽咽了一会儿，冷冷地对大舅说：“如果想一下就得一个儿子的话，就得多调理几天才好。”“哦，谢谢你，夫人，夫人。”小心脚下有石阶。门口便传来大舅小心翼翼讨好大舅妈的声音。几天过去后，廖克俭再也没有见到新月，可是自己也想不出任何合适的办法来救他。在仆人瑞全的催促下，
第二天，他只好决定沮丧地回去了。廖克俭去和他的大舅和舅妈告别，并说他明天一早就要离开。但是他看到大舅可是一脸的喜气，而大舅妈则只是淡淡地跟他说了几句话。廖克俭还想见新月的最后一面，于是他便找了个借口在内院转了几圈，才知道新月已经被关起来了，几个女人轮流看守着他，根本出不去。廖克俭满怀忧郁，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，很为新月感到难过。这时突然窗外传来沙沙的声音，好像有人试图想打开窗户。廖克俭顿时是吓了一跳，赶紧大声喊那睡在外面的瑞全，可是那一向警觉的瑞全此时却一点都没有回应。接着廖克俭又喊了一遍保全，而和瑞全在同一个房间里安安静静的睡觉的保全也没醒。窗外的声音还在继续，窗户即将打开，廖克俭吓得毛骨悚然，缩成一团，浑身发抖，大声地呼救着。这时窗户终于打开了，清冷的月光下，窗外突然间出现了新月的脸。廖克俭看到后便立即停止了喊叫，惊讶地看着新月。新月从窗户溜进房间，看了看四周，又关上了窗户。公子太胆小了。黑暗之中，新月抱怨地说道。廖克俭看着新月模模糊糊的样子，便稍微等了一会儿，结结巴巴地说：你怎么？你这是？公子是想说为什么我突然间改变了原来的本性，我的言行变得开朗了许多，对吗？新月连忙解释道，因为事情紧急，如果我再只顾着害羞，新月的一生就会彻底的毁了。廖克俭很惊讶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新月突然哭了起来。你不知道新月是种女吧？也就是明天晚上，你大舅便会逼着新月给他生个儿子。难怪我今天看到我大舅面露喜色。廖克俭有些不知所措地说，我要不说服我的大舅收你为妾得了。公子啊，你那个大舅妈是又聪明又凶，要是给你大舅做妾，那比死还难受啊。新月哀伤地说着，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在新月的脸上，两行泪珠缓缓划过脸颊，让她看起来是更加温柔可爱了。廖克俭想伸出手去，把新月搂在怀里安慰她，可是现在的新月却是他亲舅舅的女人，所以想了一下，他也只能勉强忍住。公子，娇娇怯怯的声音传来，温柔的让廖克俭心间都在颤抖。如今新月的心里只有你，自从认识了公子，新月的心里就没有了别人的空间。公子，你要新月好不好？说着，新月便一下子就扑进了廖克俭的怀里，紧紧地抱着廖克俭，仰着脸主动献上了一吻。而此时的廖克俭虽然痴情，但认为新月是舅舅买来的那种姑娘，便赶紧忍住内心的躁动，把新月推开了。公子，如果你想要新月的话，你可以带着新月走啊。公子，求求你救救新月吧。新月苦苦哀求，情热如火，又一次扑进了廖克俭的怀里。廖克俭本想着还想推开新月，突然他觉得浑身发冷，却发现自己的衣服掉在了地上。新月一丝不挂地站在他的面前，很冷却软弱无骨，紧紧地贴在廖克俭身上。廖克俭再也忍不住了，和新月一起走到床边。第二天，廖克俭被他的两个仆人瑞全与保全的尖叫声惊醒，廖克俭便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，不满地瞪了那两个仆人一眼，朝自己的身边看了看，然后也情不自禁地大声地惊呼起来。原来在他的身边，新月一丝不挂地睡着了，但新月的脸色却是苍白的，嘴角还流着血，舌头伸了出来，连容貌都变了，显然他已经死了。廖克俭非常害怕，突然晕倒了。在醒来的时候，新月的尸体已经被搬走了。大舅愤怒地看着廖克俭，而舅妈的脸上却隐约露出了一丝无法掩饰的笑意。看到廖克俭醒了，大舅便立马指着廖克俭，气的话都说不清楚了。
你太过分了，甚至你不能掐死新月啊！大舅妈也一脸愤慨，克俭，舅妈一直觉得你是个好孩子，没想到你把新月强奸致死，要是新月的家人知道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该怎么办？就拼了他的命，以命换一命就是了。大舅没好气地道。廖克俭吓得又差一点晕了过去，扑通一声，他翻身跪在地上，给大舅和大舅妈磕头，泪流满面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真的没有掐死新月。这个时候，他的2个仆人瑞全和宝全也都一同跪了下来，不敢出声，只是使劲磕头，没几下额头就肿起了个红紫色的血包。大舅的怒气还没有消去，所以他便转过了身，拒绝理会廖克俭他们3个人。还是大舅妈把廖克俭扶起来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克俭来大舅家做客，出了事，舅舅和舅妈只能尽力帮忙。廖克俭也只好趁机站了起来，眼里含着泪水，不停地向他的大舅妈鞠躬。所以现在趁着新月的家人不知道新月走了，就说你大舅很是喜欢他，想收下他，只要新月家签了纳妾的文书，我们就多给点钱，过些日子我们就抱个大病，死了。看到大舅妈很自信的样子，廖克俭非常感激，2个仆人瑞全和宝全便也立马松了一口气，而只有大舅满腹委屈。就在刚才，廖克俭昏迷的时候，大舅妈柳氏已经和他的大舅达成了一个协议，要么他就把死去的新月收为妾，再也不提儿子生不生了。柳氏从此开始调养身体，力争能给他生就生，如果实在不能生的话，就过继一个算了，要么就把廖克俭送到官府去处置。廖克俭大舅亲姐姐的独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如果姐姐知道自己最宝贝的儿子被送进了衙门，那不得来找自己的弟弟拼了老命啊！想来想去，大舅只好答应把死者收为妾了。大舅打掉了他的牙，咽了下去，却不得不看着柳氏做个好人，他怎么可能不抑郁？柳氏做事雷厉风行，立刻派仆人去找新月的家人。廖克俭担心事情会不顺利，所以他便紧张地待在那里等待消息。仆人走了快1天了，还没回来，更别说廖克俭是如此焦急，甚至他的大舅和舅妈也很着急。天黑后，经过长途的紧赶慢赶，仆人是终于回来了，没找到新月的娘家。仆人一脸疲惫，报告说，我骑快马找了一整天，也没找到那个山头坡桥上村在哪里。太奇怪了，廖克俭清楚地记得他就是在那个小山村里见过新月的，而且离这里也就是只有1天的路程，而且很容易找到。仆人不应该找不到他的家人呢。廖克俭正要说些什么，这时他舅妈悠悠地说，如果找不到那就算了，反正他家人最早也要1年后才会来找他，到时候我会说他没怀过孕，然后寄点钱过去。廖克俭陷入了沉默。新月已经被悄悄地抬到万人坑里埋葬了，廖克俭便羞愧地告别了大舅和大舅妈，回家了。当他回去的时候，廖克俭再也没有心情欣赏沿途鲜花和月亮，很快就回到了家。回家后一直郁郁寡欢，他的状态让母亲江氏很是担心，认为儿子可能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给他找到合适的媳妇，闷闷不乐，于是便赶紧四处托人给儿子找媳妇。半个月后，江氏兴奋地告诉廖克俭，我终于给你找到了一个绝色美女，你肯定非常满意了。自从廖克俭13岁那年开始，他的母亲江氏便开始托人给他说亲了，而那廖克俭提出，除非长得非常漂亮，否则是不会结婚的，而江氏则看重女方的家庭背景，所以真是有各方面都好的女子却看不上廖克俭。就这样，廖克俭有了几个通房的丫头和小妾，但他的正牌媳妇一直都没有找到。那个女孩是党举人最小的女儿，长得好看，家庭背景好，是我儿子的运气好啊。
廖克俭的母亲愉快地对他唠叨着，廖克俭无精打采地点点头。他的母亲还认为儿子是不相信党小姐的长相很漂亮，他便高兴地认为他的儿子是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党小姐。如果到了新婚之夜，他见到了党小姐，确信他的儿子便会高兴地找不到北了。过了7、8个月以后，该走的一切礼节全都走完了之后，廖克俭终于迎来了他的新婚之夜。此时的廖克俭已经渐渐忘记了新月，只想着那个党小姐长得什么样，以及是不是像他母亲说的那么漂亮。揭开面纱，看到了党小姐，廖克俭还真的是找不到北了。然而却不是他太高兴找不到北，而是他很害怕。他看到那个党小姐居然长得和新月是一模一样，只是皮肤有点变白了。你是人还是鬼呀？廖克俭连连后退，浑身颤抖，结结巴巴地说：廖朗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党小姐一惊，又委屈又不解，廖朗是不是完全忘记了我们去年的相遇？那一天廖朗讨水喝，还摸了摸我的手呢。说完，党小姐便害羞地低下了头。你不是住在那个小村庄吗？你怎么又变成党小姐了？廖克俭深深地吸了几口气，看见党小姐在灯下有影子，门外的丫鬟和婆子也还没走，他们还在小声说话，因此廖克俭便没那么害怕，奇怪地问道。党小姐沉吟良久，才低声道：我自然是不敢隐瞒廖郎，我以前住在昌河县的一个小村子里，原来新月的母亲是个种女，党举人没有儿子，他娶了许多小妾，也没有生过儿子，怕被人诟病那么多的小妾对他以后的仕途不利，所以便买了新月的母亲做种女。新月的母亲生下新月后，就把新月接回家了。后来有个媳妇死了的商贩看中了新月的母亲，愿意养新月，于是新月的母亲便嫁给了他。那天廖克俭看到的那个有些猥琐男人，便是新月的继父。新月的母亲去世后，新月的继父便有了把新月卖掉做种女的想法。幸运的是，就在这时，党举人通过多方打听到了新月的情况，并把新月带回了党家。难怪党举人答应把新月嫁给自己，原来她不是党家的正经小姐。廖克俭想。就在这时，喜娘笑着催促夫妻俩到里面休息，明天早上他们还要去见廖克俭的家人，还有祭祖。听了这话，新月脸红了，害羞地看着廖克俭。而此时的廖克俭对二人的洞房之事却全然没有任何想法，因为他一看到新月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天早上那个脸色煞白、嘴角流血、舌头长长的死人的脸，他连新月都不敢碰，更别说和他什么洞房花烛夜了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洗洗手。廖克俭勉强扯了扯嘴角，找了个借口赶紧离开。新月没有注意到廖克俭的表情，以为廖克俭和自己一样害羞，便不由得低下头叹了口气。廖克俭逃走了，离开了他和新月结婚的新家，找到了瑞全与宝全，让两个人陪着他，在书房里坐了一夜。第二天天亮了，廖克俭才回到了他的新家。他借口家里有事，晚上没回来。新月是新媳妇，他虽然委屈，但也说不出什么，只是笑着点点头。这样过了2天，廖克俭是一直在找各种借口不和新月做 AI。第3天还想找个借口不陪新月回党家。廖克俭的母亲江氏已经知道了廖克俭拒绝和新月发生性关系的事。当他看到廖克俭拒绝陪新月时，气得脸色发白。廖克俭害怕母亲会对他的做法生气，所以他不得不振作起来，陪着新月回到党家。然而廖克俭无论如何都拒绝和新月同乘一辆马车，坚持要自己骑马。秋雨连绵，秋风飒飒，骑马走了没多远，廖克俭尽管冷得发抖，却只喊着要瑞全带衣服来，但仍然拒绝乘坐马车。在车厢里，
新月放声大哭，只说那廖克俭是不喜欢他的母亲是种女，不喜欢她不是党家的正经小姐。他默默地伤着心，施了2条手帕。当他们来到党举人的家时，党举人对廖克俭很是冷漠，但他却也并没有忽视他。他和廖克俭聊了聊，喝了2杯就离开席间了。党举人的儿子和廖克俭差不多大，2个人对美女的理解都还差不多，很要共同语言。几杯酒下肚，他们聊得很开心。不知不觉中，廖克俭喝得酩酊大醉，被扶到客房休息。尽管喝醉了，廖克俭还是没睡好。他的脑海中一会儿出现了死去的新月，一会儿另一个女人又出现了，但是那个女人的样子很模糊，廖克俭看不清楚。然而那个女人一出现就骂廖克俭，说廖克俭食言，伤害了他的性命。廖克俭一听便急了，赶紧恳求道：“我没有害你呀！”这时一个愤怒的声音在廖克俭耳边响起：“不是你干的，是谁干的？”廖克俭一下子就被惊醒，迷迷糊糊地睁开醉眼，看见党举人一脸怒气地正站在他的床前，然后再低头一看，自己正一丝不挂地躺在被子里，吓了一跳。醉了，只见党举人指着廖克俭的身边，气得直哆嗦：“畜生，你是畜生！我心爱的小妾已经病入膏肓，而你竟然把她强奸致死！”廖克俭低头按着党举人手指的地方看去，顿时是魂飞魄散。一个没穿衣服的年轻女人躺在了他的身边，那个女人的脸非常漂亮，但是她已经死了啊！廖克俭大叫一声，直挺挺地倒在床上。当廖克俭醒来时，他穿好衣服，被锁在书房里。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廖克俭的喉咙几乎要冒烟了，但没有人给他送饭或水来。虽然党举人很生气，但他认为家丑不可外扬，他并没有折磨廖克俭，只是把他锁起来，拒绝给他食物和水。午夜时分，廖克俭的母亲姜氏和廖克俭的父亲赶到了。廖克俭的父亲去找党举人说情，而他的母亲则赶忙去看自己的儿子。姜氏的眼睛哭肿了，不停地责怪廖克俭为什么喝那么多的酒，还忧心忡忡地告诉廖克俭，党举人打算让他和党小姐赶紧分开。廖克俭只是叹了口气，他已经记起他梦中的女人是谁了。在去他大舅家的路上，廖克俭住在一家客栈里。天黑的时候，一个面容清秀、衣着土气的姑娘被家里人拖到客栈，说是要把她那善良的姑娘卖掉给人家做种女，而且已经找到买家了，等着明天早上来接人。然而那个女孩却拼命反抗，大声呼救。虽然廖克俭被同情心所包围，但当他离家在外时，少做一事总比多做一事好。他只是劝说了几句，女孩的家人叹了口气，红着眼睛说：“真的是没有其他有办法，他们要不是等着钱救命，也不会把女孩卖了做种女的。”客栈的老板建议廖克俭，如果他有钱，他就买下这个女孩做女仆，这是一件好事。听了这话，那个女孩便恳求地看着廖克俭。廖克俭想买下这个女孩，突然想起来，出门前他的母亲对他说，他的钱多少都不要透露，当他遇到一些事情时，应该多个心眼才对。于是他便担心女孩和他的家人会联合起来欺骗自己，就摇头拒绝了。那个女孩失望地被拖进客房。半夜，女孩突然敲开廖克俭的门，跪在廖克俭面前，恳求廖克俭买下她做丫鬟，就算卖身为奴，也比当种女强。廖克俭不在家，已经很久没有碰过女人了。此时看到女孩的模样还算漂亮，他起了歪心，故意叹了口气：“我确实想买你，但是你家要价太高了，我这出门不在家，身上带的银子也不多了。”看到女孩悲伤的脸，廖克俭补充道：“但是我有一个主意，不如我们把生米煮成熟饭，
这样你家就没法向我要高价了。接着廖克俭便过来拥抱那个女孩，女孩脸色发白，赶紧把廖克俭推开，转身想要离开。廖克俭紧紧地拥抱着女孩，说道：你这样半夜来见我，显然是想和我做笔好交易，为什么拒绝？女孩挣脱不开身体，却不敢大声呼救，她只能是泪流满面。正在这时，瑞全和保全听到动静，赶紧过来看了看，看到廖克俭一只手抱着女孩，一只手捂着女孩的嘴，廖克俭趴在了女孩身上，保全连忙退了出去。瑞全犹豫了一会儿，试图劝廖克俭几句，而廖克俭却低声吼着，让瑞全赶紧走开。瑞全又犹豫了一会儿，低下头退了出去。事发后，那个女孩一直在哭，廖克俭安慰女孩说：别担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明天早上我去你家给你买走。听了这话，女孩慢慢停止了哭泣，并告诉廖克俭要遵守诺言。廖克俭再三承诺，女孩只是擦了擦眼泪。女孩离开后，廖克俭感到有点不安，如果女孩的家人因为她已经失真，想要更高的价格怎么办？况且姑娘的长相也只能算清秀，花很多钱在一个乡下女人身上真的不划算。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廖克俭决定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。接下来廖克俭便赶紧悄悄叫醒了他的仆人瑞全和保全，说他想早点到他大舅家，现在他要上路了。保全二话不说就去收拾东西了。瑞全低声问廖克俭：那个女人呢？廖克俭踢了瑞全一脚，让他悄悄叫醒酒保，打开门，如果要是打扰了别人，杀了他。瑞全不得不照办。之后廖克俭一路旅行，非常开心，他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个女孩，现在他受到了惩罚。廖克俭想，先是大舅家莫名其妙的新月，现在又是老丈人的爱妾，看到廖克俭只是坐在那里，将是问他什么他都不言语，哭的是更伤心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党举人和廖克俭的父亲来了，党举人仍然一脸愤怒和厌恶地看着廖克俭，要不是你父亲苦苦哀求，我早就让你赔了，但是死刑是可以避免的，活着的罪是逃不掉的，我就打你20板，让你记得久一点。哼！姜氏一听这话，便连忙看着廖克俭的父亲。廖克俭的父亲脸色苍白，难过地摇了摇头。廖克俭的父亲给党举人已经跪了很久，并答应让党小姐和廖克俭分开，他还赔了党举人家50亩良田和店铺，那党举人才答应不起诉廖克俭了。他是尽力了，党家的仆人力气太大，20板下来，廖克俭被打得半死，被抬回家，昏迷不醒。廖家请来了最好的郎中治疗廖克俭的伤势，廖克俭的母亲姜氏亲自照顾，但是2天后，廖克俭仍然没有醒来，廖家便开始准备丧事。第3天，廖克俭终于醒来了，然而醒来后，廖克俭的表情一直是呆滞的，他不时对着空气说话，脸上露出恐惧，还对着空气祈求不把自己带走。他的所有表现都令人毛骨悚然。父母于是便急中生智，请来当地很有名的梅道长来驱邪。梅道长来到廖克俭家，一进廖克俭的房间，也一样对着空气说起了话。一番交谈后，梅道长松了口气，并告诉廖克俭父母说，没事，但不要再宠着他了，你们应该好好的管教廖克俭。2人听不懂梅道长的话，梅道长便简单的把一切都告诉了2人。在去他大舅家的路上，廖克俭强行和一个可怜的女孩子发生关系，然后又不守信用离开，逼得那个女孩上吊了。那个女孩死后，鬼魂还在徘徊不想离去。当他看到廖克俭暗恋新月时，他便立即变成了新月的样子。他把自己卖给了廖克俭的大舅做种女，并和廖克俭进行了私人会面。他死在廖克俭的床上，
希望廖克俭受到惩罚。谁知道廖克俭的大舅和大舅妈却只是斥责了廖克俭，而廖克俭却毫发无损，所以那女人仍旧还是不甘心，她便一直跟着廖克俭。后来廖克俭的母亲姜氏到党家提亲，偏偏党举人怕被人诟病，认领回了新月，许配给了廖克俭。那女人更不愿意，便又跟着到了党家，看到党举人的小妾病重，奄奄一息，她便附在了那个小妾的身体上，把醉酒的廖克俭拖得干干净净，把党举人小妾的尸体赤裸裸地放在廖克俭的身边。廖克俭被板子打中后，那个女子趁廖克俭站立不稳，试图将其带走，被没道人及时的制止。自从廖克俭走到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他怕女人，不肯亲近他的小妾们，更别说什么成亲了。当初那些小妾们如果怀孕了，廖克俭的母亲姜氏便想尽办法让其打掉，现在却都怀不上了。眼看着廖克俭无儿无女，廖家快不行了，他的家人急于四处拜祭菩萨，但无济于事，最后便不得不为廖克俭收养一个儿子。廖克俭非常严厉地管教他的继子，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：做一个守信用的人，永远不要沉迷女色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